那昨晚发生地震哦，那大家都还好吗？真的感受到平安真好哦。那无常其实天天都在发生。那我们该如何活出自己的生活状态？那也为上人扛起天下的米罗。那感恩今天我们有因缘邀请慈济编撰处主任洪敬元老师为我们授课，有请洪老师。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我们来自海内外各地的慈亲们、学长们，大家早安。刚刚我们的司仪说地震，其实台湾最近常常地震，不过各位来这么几天啊，就碰到一次天摇地动，也不容易。大地震动啊，可以震出很多的菩萨，就好像台湾的921大地震，还有当年的南亚海啸，还有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地水火风的灾难。有这么多的苦难，这个世间就要有这么多的菩萨。菩萨不应该只有老人、中年人，菩萨更应该要有年轻人，因为你们头脑好，有力气，知道怎么样子的来面对这个世界，用你们的肩膀把它扛起来。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慧根深植菩萨道，其实主要是因为上人给了慈亲2句话，就是慈亲悲自行，莲宜起慧根。慈亲悲自行，莲宜起慧根。各位，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上人大概在所有的一个这样子的慈济志工组织里面只有对慈亲这么明确的以这2个字来做了这样子的2句的叮咛与勉励。慈亲悲自行，悲智双运，所以光慈悲没有用，还要有智慧。如果只有慈悲，你就是一个好人，而不断的慈悲，有时候没有智慧也会变成一个烂好人，也会走错方向。所以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那个慈悲的力量才会往对的方向走。那大家在一块就是联谊，然后要起慧根慈亲悲自行，联谊起慧根。所以慈亲联谊不是为了要玩是为了要启发那种智慧的根。任何的植物没有根没有办法长，所以各位不能够只来一趟，只是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的回去，要把这个根伸直，然后才会生根发芽。那其实呢，莲宜起慧根是来自于我们的四法四门四合一。慈济有4法4门4合一。我在做这个法脉中门纲要的时候，一直觉得应该是4门4法4合一，总觉得好像有一个门走进来，然后呢，这样远远的走进了慈济的大门，然后我们还会看到了净师的法脉。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合理我们回家第一件事不是打开门吗？去别人家不是按电铃要敲门吗？说敲门。所以应该门在前面为此还跟常住师父起争执。然后呢，我们就去问上人，我去问的啦。我就说师父，是4门4法4合一，还是4法4门4合一？然后上人跟我说，是4法4门4合一。为什么？先有法脉，才有宗门；先有上人出家，对于佛法的追寻，然后奠定了这样一个佛教慈济慈善慈济
克难慈济功德会，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会员、委员的这样子不断的来参与。但是要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所以各位想想，我自己在慈济这么多年，我都还能够把这个2个字的这个上下弄错了，意义弄反了，而且还理直气壮的坚持。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在生命中，在生活中，很容易在一个观念上自以为是，总觉得这样是对的，而且上人是这样说的，但结论是，原来我错了。对，原来我错了。所以先有法才有门，所以我们的委员体系里面也是这样一个是法是门是为，所以立体流离同心圆，合心和气互爱协力，然后呢，大家这样进来，菩提林立同根生，每一颗都是一个这样的菩提种子，大家是同根相生啊，只是这样一个组织的一个差别，就好像你从慈亲，从慈小，然后呢慈少，然后慈亲，然后委员慈诚，它是同一棵树长上来的，只是名相不同。所以对主核心根福田，慧根深植菩萨道。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元旦一过就叫2026。各位来自世界各地，有澳洲的，澳洲雪梨的烟火总是特别的灿烂，每年全球的新闻总是要报一下，想知道他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创意。但是非洲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烟火，每一个人面对的国家处境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那颗心要有共同的方向，所以我们刚刚讲慧根深植菩萨道这一条路上人开过来，到2026年正是一甲子。一甲子在中文里面就是60年，整整慈济60年。所以各位可能会在我们的静思堂的，如果各位有走一走，会慢慢看到60这个数字，它所代表的是分分秒秒、岁岁年年，整整走了60年。所以从1966到2025，上人不断的说要盘点生命，对我们这种60几岁的人来讲，的确很重要的要盘点生命，到底过去是怎么走过来。可是对于各位来讲，人生正是风华，风华的一个年代，那你正在创造你生命的历史，那你也要来看一下说，在1966到2025的这一段时间，也许你从2000年才开始那这一段时间你说老师我那时候还是小朋友，那我到这几年才开始参与慈济，我可能2025年才开始参加慈济，所以到2026年这样的一个盘点生命，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其实在同一张图上面，有先有后，慢慢的一棒接一棒的把它走过来。所以刚刚讲是法，有法才有门，有净思法脉才有慈济中门。各位昨天回去精舍，我们为什么讲回去精舍？我们为什么说回去花莲？为什么用回这个字？只有这里是家，因为这里慈济净思精舍是大家心灵的故乡，净思是家，慈济是门，大家透过慈济的慈善之门走进来，入悲门起慈心，所以净思是家，根源在家里，是从家里面把这个法走出去，然后跟你的心相应，才把你带回来。有家有门，有净思才能立中门，所以有净思法脉才会开启慈济中门。如果各位从斋堂金色的斋堂出来，往后面一看，
它就是一座山，就是这样的一个上人翻山越岭来到这一个地方，所以这里是一座山。那我们的法脉就是来自于净师，所以请深深的、牢牢的记住，我们的法脉来自于净师，不论是净师堂或者是净师精舍，都是我们的道场。什么叫做道场？道场就是一个修行的，整理自己的、清净自己内心的、接近神圣的，提醒我们接近回到生命最原始、干净的、神圣的那一个点。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做呢？各位要把它连结起来。人的内在怎么样的思想，怎么样的考量，会指挥着你的身心的一个行动。所以你内在要修养自己，外在的行为才能够是善的、好的。那你要怎么去内修？所以上人给我们的叫知足、感恩、善解、包容。请问一下，知足、感恩、善解、包容是慈济的什么？所以呢，那个甜汤啊，不要喝太多会胖，很容易胖。不要一天一杯饮料，最好是一天一杯四神汤，这样知道吗？一天一杯饮料，我保证你到40岁身材就走样了，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你外形呢？当我们要往外去行动的时候，一个人是走不远的，一个人呢也走不久，你需要一群。所以上人一直讲要入群处众，你一定要入人群。那入人群就会有什么？有不同的意见跟见解，就会产生争执。就好像刚刚我的有法，四法四门四合一，还是四门四法四合一？光是这样子，你就可以说不对不对，不是这样，我有意见，我有意见。那这样子团队怎么走下去呢？所以当我们开始有一个组织，有一件事情要共同去做的时候，这个就叫外行。我们要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要合心合气，互爱协力。第一个，大家要共同一念心，同一个方向，这个不能变。讲话大家要和和气气，不是那种在抗议的，不是在争执的。然后彼此要感受到有那份爱，有爱就会放软自己的身段，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搭配，互相协力来做拱桥。大家互相协力一下，你出一份力气，我出一份力气，没有关系，我在哪里都可以，我做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很重要。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如果慈亲悲智行莲于起慧根，这绝对比你更早，因为在座一定不是第一代的慈亲，这是1992年5月31号，这个是慈亲成立的日子，请大家记住，1992后面记不住没关系，但你记得是1992，所以慈亲也30年了，好快哦！如果第一代慈亲还在的话，也已经是中年了。那上人说了什么？上人说，参与慈济不仅要发菩萨的心，而且要行菩萨道。你不能光发心，你们念佛，然后打坐，然后呢，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愉悦的境界里面，这样是不行的。你无视于外界悲苦的众生，所以你一定要走出来，走出这一条苦难的一个菩萨道。慈济跟佛教是一体两面，它就是佛法。上人回归到佛陀的最原始的一个观念，就是要度众生，要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情。那能够做慈亲，各位所有的颁奖典礼有一个叫做最佳新人奖，一生一次，仿佛你初入社会。那我也要讲，当慈亲能够成为慈亲，也是一生一次，所以叫一期一会，就是你这一期的生命只有这一次的相会，只有这一次的相遇。你说是吗？对啊，你毕业以后就不叫慈亲了，你毕业以后就不是穿那件衣服了。你毕业以后如果还继续参与慈济，那你要不然就是慈亲学长，但他就是个学长，他毕竟不是慈亲。
那你要做什么？你要转型啊！我们不是很喜欢讲转型吗？说哎呀，他转型成功，还要讲斜杠人生啊！斜杠人生有你自己的事业，有你自己的专业，可是你还要有一个斜杠啊，还要有一个志业。那回过头来，当你的心更坚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斜杠的是那个事业的部分，真正生命的主心骨是在于那个志业的精神。所以各位要好好的珍惜，青春只有一段，当然我的中老年也只有一段，可是能够受证持清的，就是只有这一段岁月。其他的时间呢，那你就任何时间都可以来皈依上人，可以来受证持成，来受证委员，但持清就只有这一次，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如果你现在大一，那你要到大四；如果你大四，那你毕业了继续读书，你要到研究所，那你才能够一直是持清，否则的话，你就不是了，你跟慈济就断了那样的一个连接。所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我们都讲质感、质感、质地、质地，说这个东西很棒，那个看起来很舒服，很有那个料子很好，那个内在很棒，所以它很昂贵，贵在它的价值，而不是它的价格。所以年轻的生命要有质地，不要像一个草莓一样，经不起踩踏。大家都说现在的年轻人很迷茫，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各位，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很迷茫，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就是很快乐的在各种不同的社团跟我们的课业里面，在这之间走来走去。我那个年代是没有慈青的。你们很幸运，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有慈青，所以生命的质感可以更快的来让它更加的丰富。而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这样讲？刚刚我们在讲慧根深植菩萨道，你的生命要有一个质地，这个生命要有一点点的转动，你愿意去转向这个方向。路有那么多条，为什么要走这一条？你要去想想看。我们讲人生出生的时候，大家都讲命运，命运。我可以去算命啊，我看看我的手掌的掌纹，我去排一下八字，我去做人说落地啊，人一旦落地，就已经有3分命了，那你要怎么办呢？难道我一生就是这样子吗？我有没有可能去转动我自己的命运，转动自己的命运？所以你要把它转过来，变成运转，生命的运转手，不是被命所主导。不是被环境所主导，生命是自己的心在主导。所以青春是一首歌啊，你要怎么唱？唱的短短的叫短歌行。但是呢，如果你一直在情爱当中，你一直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纠缠不清，意志消沉，闭门不出，宅在家里。那最终你走出来的就是一条长恨歌，就唐明皇跟杨贵妃了，就是一段一段很深长的，一段又一段的海内外不断的电视电影在歌颂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离别、伤感、情感，那就是长恨歌。所以唱着唱着，你也不自觉的很多的短影音啊，很多的抖音啊、视频很短很短。然后看着看着，时间就这样子流过去了。唱着唱着，你的主旋律就变了，你的人就老了。所以时间等过谁？时间从来没有等过谁。世间无常，刚刚我们的师姨也讲了，世间无常，真的体会到，当那个地动天摇的时候，我正在浴室，我正在刷牙，我也在想，我现在应该怎样？我就靠着墙壁，慢慢的蹲下来。你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然后蹲下来，然后看看他要继续摇，摇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你不要站在那个空空的地方，这样任何东西倒下来一定会打到你，所以你要看他什么时候要停。如果他不停的话，以昨天那样的一个晃，继续晃继续晃的话，那是一定有灾难的。但是他停了，所以世间真的无常。各位，时间等过谁？时间没有等过谁。慈济走了60年。上人从来没有一刻停下来，苍天饶过谁？说老天爷啊，老天爷，你张开眼睛看一看啊，这个世间怎么这样不公平啊？
这世间有太多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做，为什么我要遭遇这样的灾难？个人的灾难，地水火风的灾难，谁能逃得过？逃不过，为什么？因缘果报。如果没有种那个因，还没有碰到这样的缘，你不会结这样一场灾难里面，有人无缘无故就受伤了，就往生了。可是你在旁边却逃过了，这就是因缘果报。大家会说：“哎呀，我好幸运哦！”对，你的幸运来自于你曾经结了这一份好缘。那当别人看着这个事情说：“啊，真不幸哎，他只是路过那里而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呀，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无常。那这样的无常呢，我们却看了却习以为常，认为说：“啊，就这样子吧。看看电视这么大的灾难，看看新闻这么大的灾难，啊，真可怜啊。”然后呢，我又回到日常的生活。所以凡事就是一个习惯。讲一个寓言哈，这个是印度的，有一个小男孩啊，他从出生他不讲话，一直到他10岁了，他没有讲话，家人觉得说他有问题，要带去看医生。医生怎么检查？所有的一切啊，全部都是正常的，那也没有任何的异状，好吧？可能是个哑巴。可是有一天呢，他突然开口说话了。他讲了一句，在餐桌上，他说：“吐司烤焦了。”他家的人突然瞪大眼睛：“你会说话？”“会啊。”“你为什么不说话？”“不想说。”“不想说话。”当然这是个寓言。那你今天为什么说话？他说：“因为本来一切都很正常。”他说：“只有今天不正常，因为吐司烤焦了。只有不正常，吐司烤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才说，那我们在讲说，这个异常本身到底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启示？好，我也有过小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哥哥大姐姐，大人们就是一路这样走过来，乡下人家抓到那个蚱蜢，蚱蜢就是这样跳，那你很想把它留在这里啊，你很想看它，研究它如何让它不跳。在乡下地方，他就教你说，你把它的翅膀折断。或者你把他的一只脚折断，那我们就把他的一只脚折断，然后他就这样子跳，他就剩一只脚，这样跳，然后剩那一只被拔掉的脚哈，如果你这样子捏这个大腿这个地方捏，然后下面那只脚还会这样咚咚，小孩子觉得很好，咚咚，抓到蜻蜓它也会飞怎么办？把翅膀折一半，它就飞不远，它这样折好。还有金龟子，抓到金龟子，很漂亮的金龟子，好。那金龟子脚很小啊，那个翅膀很漂亮，用一条绳子，那个妈妈缝衣服的线把它绑起来，弄一个圈圈挂在手上，这样子，它就会这样子，你就在你的手上，它就这样飞。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跟我的朋友，然后呢，他就在说他的脚痛啦，医生说可能要开膝关节啦，怎样啊，然后聊着，然后呢，我就在讲这个我小时候的事情。他说：“你的脚怎么不痛啊？”我就想了一下，我说：“你说什么？”他说：“你的脚怎么不痛？”我突然就大笑，虽然慢了一点，我就大笑。为什么？因为他在讲因缘果报。他说：“你的脚怎么不痛啊？你折断人家的脚，你折断人家的翅膀，你还去绑人家的脚，你的脚怎么不痛啊？你怎么没有果报？”各位，来生一定会报。可是为什么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哎呀，你好残忍哦！你怎么会这样子？我的环境里面没有人告诉过我这是残忍，每个人都这样做。哥哥姐姐、大哥哥大姐姐住四合院，大哥哥大姐姐，所以各位，如果你所处的环境是这样子的好玩，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残忍，不会。生命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知道不能对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把动物归为其他的类别，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吃它，你不觉得它痛？你现在一根手指头，我咬你一口一定痛；你把我的脚切下来，我一定会痛。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在早课的时候、晚课的时候，我们要唱忏悔文，我们要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语意之所生，我今一一悉忏悔。原来我们在不知觉当中，不要讲过去生过去世，是我的今生今世，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没有人教我，所以我们进了慈济，我们体会，我们理解到所谓的慈悲，所谓的爱要更大更大，大到所有的生命都跟我们六道众生跟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他是同一家人。所以如果我们习以为常，把这个习惯当作常态，而没有去改变它，生命走着走着，真的就会主旋律就会变，所以就会有业报。那个业报就是你的命运。那难道我今生就这样吗？不，缘只是一部分，因只是一部分而已。你今生可以再创造好缘好命，所以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那是指你过去生所造的因，然后今生碰到的缘，你就会得到这样的报。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业报业果，当然要承受，但是我们可以随缘消旧业，不要再造新殃。命不由己，过去生已经造了，过去生的那个自己帮你造了今生的命，来不及。那怎么办呢？今生的我要对来生的自己做一些更好的事情，要让我的下辈子有更好的果报。我可以碰到出生，我可以更早的就碰到这样的一个善的因缘，所以我们要去存来生粮，我们要好好的播种自己生命好命的种子。所以上人说要撒播好命的种子。所以当你开始好心好念好话好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自己身边有非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我也常常觉得，要不是菩萨护佑，可能有更多的意外来做这样的发生。所以我们要做自己的贵人。各位当然要当别人的贵人，可是自己也是一个生命，你也要当自己的贵人。要跟各位讲，生命非常的可贵，你不能杀生，当然更不能杀自己啊！自杀是最重的罪，自杀一个叫杀生，你杀掉了自己的生命；第二个叫做不孝，你杀掉了父母所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它是双重的罪。所以生命一定要走向开朗，走向开阔，走向入群的那个道路，才不会想不开，越走越窄，越走越窄，窄到自己的心里面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就会做激烈的事情，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别人。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自己的贵人，要给自己好的思想，给自己好的行为。所以你看，慈济人从竹筒岁月开始，那年轻人说要帮上人担天下的米箩，粒米成箩，我们要去做那个能够拿饭给别人吃的人，能够去做那个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命好不如习惯好，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所以各位，晨钟起，熏法香，其实是从慈青发起的，是从美国的慈青，他们开始要东西连线，透过电脑，在相同的时间来聆听上人的开示。那么到2009年的时候，上人开始讲净施法随妙莲华，科技也发展到那样的一个阶段，就可以开始全球连线。全球连线，那就是佛经里面所说的菩萨云来集。就是有好多的什么多少菩萨啦，国王啦、大臣啦，全部，然后呢有8万多少人这样子的佛经里面好多人，你没有办法想象，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啊？原来是真的空中来相会。所以呢，我们要给自己好命的种子，要做自己的贵人。当然做自己的贵人，也要做别人的贵人。我在因为爱，
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灾难的，很多彷徨无助的时候，当各位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你说不要怕，不要怕，我在。你为什么在？因为有爱，所以你的肩膀可以借他一下，你的耳朵可以借他一下，你的手可以拥抱他一下，你可以去抚慰，甚至你可以去出那样的一个力气，可以去扛大米，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现在就必须开始练习，要去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当然最重要的，我们要做众生的贵人。所有的生命都是我们一家人，所以为什么上人要说斋戒如数？我们都还记得2019年开始爆发的 COVID 的这样子的一个新冠肺炎，然后2020、2021、2022，我们有长达5年的时间都在戴口罩，甚至我们现在进精舍还要戴口罩。想一想那一段岁月，真的看不到尽头。每一个国家不断的有多少人往生，这么多人往生要怎么办？没有口罩，没有物资，没有疫苗。慈济人想方设法怎么样子的去做一个发放，所以上人那时候说大斋教育啊，这个病菌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从动物身上来的。为什么动物不同界，动物身上的病毒会跑到人类身上？以前我们从小的时候读生物啊，老师就要叫一个叫界门纲目科属种，它就是在讲不同的一个类别。让你知道每一个类别有不同的这样子的一条线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会人家说你越界了？对啊，你跨过了那一条线，这个是不对的。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哈。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流行日本的叫帕青狗柏青哥，一种小弹珠，啪就去打。你知道看着那时候我已经念研究所，我们看着就觉得，好像很好玩，可是我们在念研究所，我们是很有名的学校，台湾的那个师范大学，在台湾很有名的，是好像很想去看看。有一天呢，就有一个男的他以大学毕业，他在工作，他开车，他就带我们2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就说，你带我们去那个帕奇沟。他说要去，我说对，去哪里？我说去远一点的地方，不能在这一带，万一被人家看到不好看。就开车开到哪里？开到永和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就找了一家店，然后去到那里停车了，就下车，然后他就说：“你们2个要下车吗？”我说要，他确定，他说好，我去换钱了哈，我去换啊，你们等着，我待会招手你们就进来，我们就讲好，然后呢。他就进来，他一直回头你们确定要过来吗？确定，我们要过去。男生很怕被女生骗那就这样，所以呢，然后就去，他真的去换了。然后呢，他一转身就看到2个女生转身走掉了，他追出来，你们2个说好一定要下车的，一定要进来。我说不是啦，我说我站在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只脚跨不进去，我真的进不去为什么？我们这么清白的孩子，对不对？只是一念的想头。然后这一脚跨出去，你也不知道说我待会走进去会碰到谁，会不会碰到坏人，会不会碰到黑暗势力，会不会怎么？有好多的为什么？各位，你的菩萨正在救你，你知道吗？所以就因为那一念想去，但是一念告诉我要回来，所以我们2个女生同时转头，我们就走掉了。然后那个男生从后面追过来，当然把我骂了一顿了但是 so what？就你觉得不对，他就是不对。你要战胜你的欲望，这样了解嘛？你一定要有那个力量。我不断的跟孩子们说这件事情。后来台湾流行 KTV 流行那个黑暗的那个包厢 KTV。我的学生，五专的学生，慈济护专，也是一样，到了台北那样一个繁华的地方，他们回来自己告诉我的。老师，我们去 KTV， 你们去那个地方干什么？没有啦，老师，你听我们讲。我们呢站在那个门口想了5分钟，因为都是学佛营的孩子，都是辅导，都是队辅，想了5分钟，我们就回头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师光上人说不要去不好的地方。我看那个灯光那么多，那么黑暗，我们突然就想，这一脚踩进去，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就回来了。各位孩子。各位同学，各位年轻人，我们这一生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自我能够阻止的力量，不要往那个不好的，你一脚踏进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若是菩萨道，请你一脚就能够踏进来。所以呢，我们要做众生的贵人，要做自己的贵人，因为我们同呼吸共成长。花开有时，花谢有时，生死是大自然的法则，只有中间这一段，所以生命是一个共同体。刚刚讲的 COVID， 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大家都在同样的事件当中，所以上人当时不断的讲借力使力，借力使力。所以圣经里面也说，万物都互相效力，每一个存在都是别人的贵人，都是别人的一个能够互相帮助的一个个体。所以互相帮忙才有幸福。什么叫做幸福？幸福的方程式是爱与被爱，爱慈济跟被慈济爱的人都是幸福的人。你能够被爱，你能够被看见，你能够被抚慰，你就是幸福。所以你被看见，你在慈济被看见了，你在同学群中，因为你的自立，因为你的自主，所以你也能够被看见了。那当我们自己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去抚慰别人。一个人够不够？不够，一定要一个群。我们要集众人的福气，就可以转别人苦难的命运。我大学的时候参加的就是慈幼社，慈幼社就是去残障育幼院去看，去帮助那一些可怜的孩子们。我也不晓得，总觉得说那个时代呢，我们已经有那样的一个善根汇集在一块。那么我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所我就开始吃素，也不是为了慈济，因为我不认识慈济，但是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吃肉了。1个月以后，我就发现肉是很脏的东西，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吃素。所以没有什么样的理由，就是你的心念启动，假设它是善的，你就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有那样的一个善念，你说这样讲有没有用？当然有用。所以我带我的大学生，慈大的孩子去清理后花园的一个水池的时候，他们救了一条鱼，他们很开心，他们跟我说救了一条鱼，还帮他急救 CPR 这样子，CPR 各位当然不是人跟鱼嘴对嘴了，CPR 但是是鸭背举臂的那种 CPR。它鱼不是有鳃嘛，它把它洗干净，然后那个鳃这样动动动，然后鱼呢再放到干净的水，马上就游动了。开心的不得了，老师，我们救了一条鱼，我们救了一条鱼。我说哈，救了一条鱼这么开心？他说你看，它本来全部都不能动了，我们把它洗干净、清干净，放到水里面，它马上游动，多快乐！其实我可以体会那一刻的快乐。可是我就跟他讲，我说，请问你中午吃鱼了吗？你晚上吃鱼了吗？你昨天吃鱼了吗？为什么你吃鱼的时候都不会觉得难过，然后你救一条鱼这么快乐？因为当生命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有感受，你是有感动的。同样，我们的孩子也可以救蚯蚓。台湾夏天雨很多，大草坪啊，那个蚯蚓水太多了，一定会跑出来。所以学生在护专，他们要这样走过的时候，看到满地的蚯蚓，想到待会那个车子进来，上班的人进来碾过去，每一只都要死掉。看到那个校训慈悲喜舍4个字放在那个地方，老师说，校长说，施工上人说，不断的讲慈悲慈悲。看到这样的生命怎么办呢？要救他。所以呢，他们1个、2个、3个，一群的同学投入开始去救蚯蚓。你一定会问我他怎么救？对，他想了半天呢，因为要带随身的叫做环保3宝。筷子、碗跟杯子，他用筷子去夹蚯蚓，像面条一样。大家后来发觉这样子是不行的，然后呢，要用扫把去找那个很软的，把它扫进来，然后又把它送到草地上去，还要画9宫格。你看，一群人做事就可以做出很多方程式，还要画9宫格。因为他说如果同时集中在一个地方，会有生存的压力，他们会来不及逃命，所以要画成9宫格。这里满了不可以来过来换这里。就像我们盖大爱屋嘛，换这里，我这里来换这里。你看没有人教他们。我看着那一幕，因为我站在穿堂看着那一幕，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原来做事会让人产生智慧，你就会当你关怀生命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理解到说，要如何去疏散，要如何去舒缓，要如何去做一个有智慧的决定。
生命如果能够不断不断的这样子的累积，好，那么你开始不断不断的看到生命一个更开阔的一个方向，你终究要叩问：我在哪里？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才会去寻找。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接近宗教，宗教的一个信仰，终归还是一个爱。我在哪里？对啊，你在哪里？你这一生要走很长所以浪漫的河流，每一个生命都很奔放，就像各位一样，像花朵一样的开放，像河流一样的奔放，都是如此的浪漫。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能够泛滥成灾，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河岸，总要有一些古典的，总要有一些传统的，总要有一些永恒的价值拖着你，让你不要越界，不要漫过去所以年轻不要留白。上人也说大家都说年轻不要留白，那我问你，年轻不留白，把它塞得满满的，那你要留什么？不是空白乏善就整个就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那要不然就是丰富杂乱，堆得满满满满的东西，砸了一大堆的思想，就是无法清净自己的心。所以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这个间是间不容法上人说间不容法，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上人说过去不可追未来呢也不可失，要好好的把握现在，把握现在呢才有所谓的天长地久才有所谓。所以我们来讲说每一个时间我也拿我自己的经验来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1989年，这是我认识慈济的那一天，4月9号那一年，我来做什么？我来采访慈济。各位，你看到旁边那个那2个女孩子，那个穿蓝色棉袄的就是我。我当时在中央日报当记者，我来采访上人。那个年代我们只觉得帅而已，所以呢也不知道看到上人要把扣子扣起来。事实上我在报社工作，这不是我的采访，可是要采访的小姐她要回家扫墓，所以我们的总编辑就拜托我说，你可不可以去花莲一趟？所以我是代替别人来采访。各位，从一个旁边的代替的旋律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主旋律。你从来不晓得因缘会以任何的面貌呈现在你的面前。我因为代替别人来采访，结果我变成了他没有来这个慈济。有一次他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他就讲，他说洪淑贞，如果当年我去采访的话，结果会是什么？我说结果什么都没有因为我说你就是写小说，整天就是写情写爱，什么都不会发生。我代替他来，慈济却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主旋律。为什么？因为有些人有些事，就是因为我们来了，我们看到了，被感动了。花莲的山这么高，海这么的辽阔，从搭火车的那一刻，我已经看到山跟海，它跟台北市不一样。那个天空是这样的干净，这样的蓝，我被这个大自然感动，就是我那个心里面产生悸动，整个就这样开阔起来了。采访的上人听到了很多，要离开的时候，上给了我一个结缘品，里面有4颗蜡烛，那个是我们金色赖以为生的自力更生的产品，大颗的4颗，塑胶袋这样装着。然后还有1包豆圆粉，就是我们现在的五谷粉。你看，从那时候到现在，从来没有改变过。拿了这样子的一个结缘品，所以听着看着，我真的被慈济感动了。要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就忍不住有一个念头。你感动的时候，一定会有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将来有需要，我一定来帮慈济。各位，我那时候也是年轻人了。我也是那个年代的，应该叫做慈青但只是那个年代没有慈青，因为那个叫做1989年嘛，1989年，所以我还很年轻，我心里有那个念头，那个念头放在了脑海里面。所以当我在写上人的这一篇文稿的时候，我太感动，我觉得我要做3天的报道，但是呢，总编辑只肯让我做2天的报道。那我就非常的生气，年轻人那一股热情遭遇到了挫折。我说你在那里跟证严法师讲的那么感动，而且你跟他说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报道，原来大人都是骗人的。他
跟你讲的话根本不算数，他就说啊，因为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士啦，有的采访，他也要2天的版面。我说你就是叭，很生气，我就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我真的后来我4月9号来采访，我5月就离开那个地方了。年轻人的志气非常的高，怎么经得了这样的一个挫折？我说我告诉你，那我写上人这篇，我不给你刊登，我写的，我做了一件事，我把它寄给上人。我跟上人说啊，非常的感恩那一天我们来采访，我非常的感动。那我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你可以看一下，你们哈那个慈济月刊也许可以刊登这一篇啊，写上人的这一篇万顷福田万人耕，哈，那但是我另外写了一个，我还是写了一篇总编辑要的，但是另外这一篇我自己写上人了，我就把它寄给了上人。上人后来给了我一封信，我4月19号，我4月9号来采访，我写好了以后，我把它寄给了上人。19、20这2天啊，在报纸上刊登了我们来采访的这一篇两个很大的篇幅，但是我另外写的那一篇，因为我本来要单独做一篇上人的这个采访稿，上人写给我的一封信，下面的落款是4月20号。也就表示说我19号寄给他，可上人收到以后马上给我回信了。各位多么的感动啊！上人这样的一封信，上面的字是如此的劲秀，他的原子笔的字，我居然有一封上人的信。所以当委员他们在聊，以前我很年轻嘛，都跟着他们，跟着这些委员师姑师伯这样子，然后讲，我就说我有一封上人给我的信，他们就看着我，你确定？真的上人有给你一封信？真的上人有给我一封信？我们在慈济做这么久，上人都没有写信给我们，为什么你会有一封信？我就说，可是我真的有一封上人的信啊！你看，我还要讲的这样，都是年轻的时候，有时候讲说大人可能是对的，我讲我真的有一封上人的信，很久，然后我就很宝贝的把它收着，我想这将来应该是墨宝才对。很久以后。有一天，岳师父终于来找我了。静远，听说你有一封上人的信。我说对，我们现在可能要把它收回去，我们要开始收集上人的墨宝。我赶快拿去复备一下，赶快拿去扫描复备一下，把它留下来。所以各位，多么的幸运啊！上人给了你祝福，上人说慈济需要像你这样的青年，来参与。最后一句话，我想，那我也是慈济的青年，但我为什么会来慈济？所以呢，因缘就结得很快嘛。我已经决定要离开这个地方了。所以1989年的5月4号，高信江先生也来采访，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人哦。采访了慈济以后，他说他要做慈济，那他要找人来参与啊，他就要找年轻人。他就之前好像有2个年轻的女孩子来采访，然后有一位，因为我做到4月底我就离开，有一位那个小姐，他们就打电话到那个报社去，他们说他离职了。太好了，他离职了，赶快就打电话给他。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我是某某某你知道那种口气就很像打电话给你说：你好，我是周杰伦。”我想，哇塞！他说：“你认识我吗？”我说：“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因为太有名了，媒体很有名的人。”他说：“你愿不愿意一起做慈济？”各位，我又没有失忆症，我4月9号才来采访，我4月19、20号才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报纸的刊登，我当然记得，我有一个念头说，如果将来有需要，一定要帮慈济，所以我真的来了。我愿不愿意？我愿意。可是我跟高先生在台北分会谈了以后，他就决定要用我了，我就很怀疑啊，我就很疑惑，为什么是我？难道之前没有人来应征吗？难道你之前都没有面谈过吗？你怎么判断我就是那个适合我的人呢？你跟适合的人，你跟我才谈一谈，你就决定要我？他说，我看你的谈吐，我发现你可以单独一个人2只手2只脚自己走出去，也就是我可以独立作业，我可以单兵作战。各位，你生命要有这样的特质，值得信赖的品质所以我也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做静思语。所以这个世界啊，走得太快了。可是呢，上人告诉我们的心要定，生命可以孤独，生命也可以单独，但是呢，孤独不能太久，因为它会变成寂寞，它会变成离群。
但是你要能够单独一个人走出去。当你很紧迫的时候怎么办？吸一口气，再吸一口气，把自己稳下来。成熟的生命是一朵绽放的花。可是你一定会问我，老师，你走了这么久，你中间都没有忐忑过吗？当然有啊，在慈济一个这么美好的世界走进来，虽然当年很苛烂，在台北分会，我们那个办公室是一个 OA 的隔间，4张桌子，2支电话，隔屏外的小姐是一个大办公室，一大群每天欢声笑语，我一个人就隔在那里面。你知道那种感觉非常的紧迫，那种感觉非常的孤独，很可怕，很可怕，很异常哦。我是独自一个人在呼吸，外面的热闹跟我无关呢。有一天有一个小姐还对着那个隔屏，然后头抬进来说：“你要吃冰吗？”我说要。我那时候才27岁耶，我说要。然后我听到她喊了一声，她说她要吃冰耶，我是个怪物耶，我要拆掉那个隔屏才对啊。所以我真的想离开了，我跟慈济这个团体是不相容的，我想离开慈济，我多么的想，但是我仍然留下来了。好，那留下来有各种因缘，到1989年的7月1号，我就皈依上人了。因为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因缘啊，然后有一个师姐，各位你们现在皈依很容易，有一个师姐，然后就这样，我们看到上人，然后那个师姐就跟上人说，上人他要皈依。我真的站在门口，坦白讲，上人身边一堆人啊，我根本靠不进去，我就站在那个门边啊，上人坐在那里，一堆人围。我跟你讲，师姑师伯都围不进去的啦。他要皈依，然后呢，上人说你要皈依吗？所有的人看着我，就很多人说要，好可怕，你知道吗？上人说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你要皈依哦，那就来。我什么意思啊？什么叫那就来啊？然后慈阳很好心，来，我教你怎么顶礼。来，我们现在开始顶礼，跪下去，然后手翻掌，然后起来，来再一次，教我顶礼，所以啊，法号净缘，然后呢，大家都有一个皈依证。我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别人有皈依证，我就跑去跟秦师父说我没有皈依证。他说大家都知道你叫净缘，我说菩萨不知道，佛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一个证件，我一定要拿到一个皈依证，所以后来他就补了一个皈依证给我。所以各位，那后来因为我受证了，所以我就叫做净，这边就有一个红净缘，就可以证明我叫净缘。各位这样了解吗？如果你皈依一定要拿到皈依证，这样了解吗？不然何以证明你有皈依，懂不懂？一定要了解，你要有身份证，你要有护照，你要有一个皈依证，这样了解嘛？一定要有，这样才可以。你说那有没有又来了？还是想走啊？哎呀，好多的挫折啊！所以上人就跟我说，我往前走，人一直跟上来，菩萨道，我回头不一定看得到你，你自己要跟好。他说你自己要跟好，不要因人乱了心。各位很难啊。我们都爱上人，上人也爱我们，可是上人有那么多的人，你本来在他身边走着，你变成很遥远，然后你就想眼泪哭说上人看不到我，上人都不知道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上人说你自己要跟好，不要因人乱了心。你要老人家怎么办呢？老人家一天24小时，然后有那么多的人要看上人，要跟上人说话。各位，我们要把自己的心安好，这一念心就是一颗种子。刚刚不是讲慧根深植菩萨道，这一念心就是菩萨的心，不要因人乱了心，把心安下来，心安便是家。我们要开启幸福的这个门，这个钥匙在哪里？如果你没有门的话，你有钥匙也没有用啊，幸福在哪里？所以各位，法国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漫画，还拍成了电影，叫做《小王子》。小王子的星球，他有挂念的一颗玫瑰花，为他摘过叶子，为他抓过虫，为他放过罩子，所以全世界的玫瑰花都跟他没有关系，只有那一朵玫瑰花。各位，我们也是那一朵上人的玫瑰花，上人的心也一样挂念着我们。不管各位在多么遥远的星球，上人永远挂念着你，但是你必须把自己安好，安住好自己，此心安处便是无家。任何事情就是一个决心，一颗种子开始的，请把自己长好。
所以当你一次又一次的跟上人讲我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在我们的演绎里面说我愿意的时候，所以当上人在8月份，上人在那个年代跟我讲，新成立的慈济护专需要人，你可以回来吗？花莲是个沙漠，没有交通，什么都没有，要我回来，我觉得心里很难过。但是最后呢，我还是答应了。我跟上人说，那里什么什么都没有。上人说绿洲要自己去开垦，我说我不会开车。上人说去学开车，就这样子，没有不会，就是要不要？好，我愿意，这是第一个，我愿意。我在护专做得好好的，上人跟我说慈济大学要开始了。那李校长问我说：“哎呀，你可以当主秘吗？”吓死我了！我那么年轻，才33岁，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我马上打电话给上人，给敦师父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要找上人。然后我跟上人说：“上人，那个李校长说要我去当主秘。”上人说：“那你自己的想法呢？”我说：“上人，我没有想法，你怎么说我怎么做。”上人说：“好，那就交给我。然后就是我愿意，你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各位，这是再一次的我愿意。再来是我的受证，2003年年底四大志业的自测会，张校长分享他参加了这样的一个培训，哇，讲得很高兴。讲完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人培训，然后上人说，坐在旁边的这边那个不知道会拍谁不？坐在旁边的不知道会不会不好意思，各位不要乱坐。我刚好坐在张校长旁边，可张校长有2边啊，旁边还有一个叫医院的主秘。上人讲了这句话，所有人都低头，都点点，没有人要抬头。哇，那个空气凝结1分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上人在讲我，因为旁边那个都没有动嘛。然后我的心比较躁动，我就很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想办法。然后我就把自己的手举起来，上人，我愿意培训。哇，上人说，感恩了。哇，你知道吗？那个举手一讲我愿意，我突然觉得我得到解放了。我既然得到解放，怎么样？所有的人谁都逃不过。我就杨校长，你有培训吗？来，那个主秘你有培训吗？那个谁你有培训吗？曾校长你有培训吗？那个谁有培训吗？我就开始很大声的嚷嚷，你知道吗？不要讲话，不要讲话！不行啊，这种事情一定要大家一起来，好事大家一起来。所以那一天呢，到我们会议结束的时候，所有教育志业的人通通拿到那张表格了，填。我们通通要受证培训，然后开完会下来，医疗的上人要上车了，转头面对那些大医王，教育都没培训啊，恁医疗嘞？医疗说，上人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对不对？各位，我愿意，对不对？好，所以呢，直字就合一嘛，对不对？我就不懂啊，我是人文室主任，我上慈济人文课，我带学生，为什么我还要培训？上人说专业太专了，心房不容易打开，你要用爱铺路，让人家走过来。所以也跟各位回顾一下，就是慈青啊，你看2002年1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慈青的新传营，上人就开始跟大家讲，慈青一定要受证委员慈诚，因为它是世界的主轴。你毕业以后要发愿当慈诚，要做委员，这样子慈济才有传承。所以你毕业的时候要来做。上人给慈青的法号啊，男同学是诚，女同学是义。诚就是承担，要有诚信；女同学是义，要有义德美范向下传承。所以各位，地球在发烧，4大不调，我们到底能做什么？真的是来不及了，所以拯救世界的密码是什么？各位有看过变形金刚吗？变形金刚的电影，拯救世界的2个派，一个坏人，一个好人。好的派叫博派，叫柯博文，那是他们的首脑。坏的那一派呢，叫做这个，那个坏人密卡登，他叫做密卡登，一个叫柯博文。拯救世界的密码叫做柯博文，科学博爱人文。破坏世界的狂派叫密卡登，密码卡片登录。各位，密码卡片 Enter， 你按 Enter 你就进入了。所以请注意你所进入的世界。所以上人也告诉大家，学而产生智慧叫做学生。各位是干部，你要掌握人生的方向，你要端正自我。团体不是要做得多大，你要精神理念跟行为的凝聚跟落实。
所以我们要学跟觉。学校是常识，可是慈济是智慧。你书读得多，不懂道理也是枉然。所以你看佛典的时候，不要一直钻到文字的里面。你如果一味的钻研就会变成所知障，会变成更大的迷茫。所以从学到觉，好心好路就是道。你从菩萨道走过来，自然就会看到了众生，这个就是觉。所以从赌牛到大白牛，慈济从来台湾到全球4大志业、8大脚印，上人的期待从来没有落空，也从来没有停止下来。慈心要一棒接一棒，要记得上人的愿是净化人心，祥和社会，天下无灾无难。好，很抱歉给各位耽误了一点时间，感恩各位。感恩洪老师为我们授课。那慈亲悲智行联谊，慈亲悲智行联谊。敬爱的洪敬元老师，感恩您无私的分享，也提醒我们为上人扛起天下的米箩，并不是遥远宏大的口号，而是从自己开始练习养成好习惯，安住身心，成为自己的贵人。当我们愿意走入人群，付出关怀，就能在陪伴他人的同时，成为他人的贵人。一步一脚印，把理念落实在生活中，也在点滴行动里为上人分担天下的米箩。感恩老师的启发与陪伴，让我们更有方向，也更有力量前行。2025年全球慈亲干部精进研习营全体学员感恩核实。